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杨幂、王一博、李现领衔流量型谍战剧难报，主角为何人均愣头青？近期的几部谍战具有若干一致性，从《追风者》群星闪耀时，再到《哈尔滨1944》，分别都有流量艺人担纲主演，而从王一博、李现再到杨幂饰演的角色又都带着点愣头青属性。相较于曾经谍战剧里运筹帷幄、意志坚定的余则成们，如今的谍战主角却多数为初出茅庐、刚刚树立信仰的新人，貌似踩雷不断。即使是杨幂饰演的恶名昭彰的女魔头，也显得有些暴躁和无措的下属吐槽一个虎字。这些流量艺人领衔的谍战剧为何会有如此创作上的共性？而这又如何影响着几部剧最终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就像此前评论《追风者》的时候，搜狐娱乐所指出的，该剧的口碑表现其实不错。这也是前文提到的近期几部谍战剧的共同特点。粉丝们在这些剧上是敢于据理力争，甚至不断用新的剧情来证明前面的剧情槽点都只是草蛇灰线的精妙伏笔。这离不开剧集本身的内容表现，确实都比较坚挺。第一，3部剧无一例外是平台压住的头部项目，都是标准的负预账。不管粉丝如何用3-5等话术降低预期，3部剧的班底都堪称高配，而反映在内容上就是视听体验的出众。大量实拍场景和贴合时代的服化细节带来了很强的沉浸感，还能时不时在镜头语言上会来点小惊喜。第二，故事的底子都不错，谍战的外壳之下教各自胸中快垒。比如《追风者》对民国金融市场的透视，揭示着彼时当权者的必然灭亡；群星闪耀时的职场群像，拍出了普通人众生相。哈尔滨1944最近的剧情直指731部队真相，让许多评论大呼赶拍。但这些不能掩盖，这几部剧作为谍战剧是有其薄弱一面的。谍战剧情上的漏洞，在3部剧里都大量出现了。很多剧情为了完成叙事任务，可以说是强行推进的。但作为悬疑类型的重要类目，一个完美的设局本该是谍战剧的标配。值得讨论的或许是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编剧迪安对搜狐娱乐表示，可能这些剧本在文学剧本的阶段问题都不算大，毕竟烂本子一开始也不可能拿那么好的资源。但是进入执行层面，这些故事都是要改的。一是制片人们会判断怎么好看，比如《追风者》的谍战线你看着就显得拖沓，叛徒就是怎么都死不了。二是既然请了流量演员，那他们就自己的人物定位也会提要求。三是剧本拿到了片场，结合实际情况都会有调整，这个对品质的影响也非常大。制片人阿灿则直接表明，流量型谍战剧达到行活标准足够了，什么逻辑漏洞都是可以解释的。有几个观众真的愿意在网上跟人争辩剧本的逻辑问题。反过来说，我的视听语言够好，利益价值够拔高，来上几段金句，至少对于口碑向宣传来说就够用了。有粉丝在，这2个方向的讨论对剧方来说就都是有利的。在我看来，流量型谍战剧有这个逻辑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目前《追风者》豆瓣评分高达 7.8 分，虽然在谍战戏方面存在不足，但剧集的品质、群像的刻画和情怀等方面的优点确实在被人看到。流量型谍战剧的运作模式也很清楚了，前期靠优质故事和头部制造资源，争取流量艺人；中期靠艺人粉丝带动前期讨论，并在开播后营销口碑；后期靠口碑数据打造艺人作品，并制造口碑佳作。而这给谍战剧带来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为这碟醋，包这顿饺子。截至去年底，
谍战剧在网络端都还显得颇为沉默。其实谍战热在去年已经有《潜行者》《前夜蜂巢》《无间薄冰》等一系列制作标准不低的作品，但这些剧集和过往10年里制作的谍战剧一样，在电视端能获得不错的收视，却难讨得网络端年轻人的欢心。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担纲主演的演员靳东、黄晓明、蒋欣等缺乏网络讨论度，反而电视端认知不错。其次，谍战剧的好剧本实在难得，而年轻人对内容品质要求更高，不满足于传统的谍战剧套路。目前这几部剧的思路就很清楚了。现在的谍战剧立项，主演里有个大流量很常见。阿灿指出，谍战剧对于想要转型的顶流们来说也是香饽饽，流量艺人都有转型压力，而谍战剧是少数能在商业和口碑上取得平衡的类型。一来，民国谍战比现代悬疑会更容易出质感，演员们可以有军装、大衣或者旗袍等各种造型切换，还有枪战、追车等动作戏码，能很好的展示演员魅力。二来，主旋律属性不但很能吸引现在的年轻观众，在评奖方面也很有帮助。正如2021年的口碑之作《叛逆者》拿下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对于流量艺人是最容易转型的类型。但制片人童童也向搜狐娱乐指出，谍战剧邀请流量艺人也并非没有门槛，顶流在项目的选择上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能够拿到那些有精品质感的好本子，匹配好团队，同时也能保证角色跟自己的适配度，甚至在剧本层面做一些调整。毕竟流量艺人的表演上未必有很高的水准，角色像自己很重要。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3部剧里的主角都有点愣头青。迪安认为，首先从市场需求看，网络端的观众更年轻，一些初出茅庐或者没那么稳重智慧的角色，可能让他们更有代入感。而且像追风者群星闪耀时，都刻画了主角寻找信仰的全过程，价值导向也更突出。其次，从制作难度来说，年轻演员能演的就是这种没那么稳重，而且是外放型的角色。在这3部剧中，杨幂在《哈尔滨1944》中饰演的关雪是唯一的反派，而她的刻画方式同样是外放的，如自己止血疗伤、大怒咆哮等戏份，来表现角色对自己的狠，对别人的无情。客观地说，这个角色也是表演难度最大的。杨幂本人的性格和过往的表演习惯都与之有较大的差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表演也遭遇了更大的争议。对于转型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风险过高的选择。而从播出效果来说，这些剧集也确实疏解了谍战剧长期以来的沉默。但这是否意味着流量型谍战剧是一门好生意呢？真实好剧偶尔虚假繁荣。需要指出的是，流量型谍战剧天然需要克服的一点在于，选择流量演员或许能够吸引粉丝，但也增加了打开路人盘的难度。如王一博、杨幂等有剧集开播时，还会存在不少质疑声。从这个角度说，流量型谍战剧也确实需要艺人们的粉丝出来摇旗呐喊，对前期的负面声音进行对冲，让剧集比较优秀的部分能够在社交平台上被看到。而最终的成绩离不开其本身制作上的优势，但也离不开这种粉丝们的口碑传播。而这种乱战进一步加剧了打开路人盘的难度。某些显然算不上客观的口碑话术，在剧集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甚至会被一些路人视为一种捂嘴。类似的情况其实是很常见的，每次流量艺人的剧集上线，都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剧方和粉丝群体也都会提前沟通，约定宣传点和营销节奏。童童介绍，我想这几部剧的讨论热度可能在于粉丝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对艺人是很关键的，
也能看到艺人转型的决心，他们的营销声量也会比以往来得更猛。那么如果艺人本身成为减分项，路人的观感其实会比较差。正如几年前的数据时代，粉丝们会通过做数据制造爆款，如今的内容时代，要点转移到了提振口碑。但相比让人相信某作品是爆款，更难的或许是让观众相信某部剧是佳作。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口碑能否转化变现。阿灿表示，这几部剧前期争议都不少，所以靠着口碑营销，曲线确实是有口碑拉动的。但是，到底有多少观众会认同这种口碑，最终转化的效率是要画个问号的。问题是，第一，播出期这3部剧集的数据都比较有限，唯一达到爆款数据的追风者破万已经是大结局了。第二，能不能成为平台的养老保险，提供长线价值，这个其实和流量逻辑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流量型谍战剧的逻辑确实存在这方面的纠结。一方面，谍战剧的受众相对垂类，更看重实际口碑表现，这导致前期要拉爆热度的难度颇大。另一方面，如果要靠口碑成为平台的长期资产，那么就需要真实的口碑表现，但这些流量艺人领衔的剧集，并非都过得了这一关。在未来各家的片单里，类似的流量型谍战剧还不在少数，比如曾舜晞、张颂文、陈都灵的《孤舟》，程毅、颖儿的羁押剧《深潜》，陈哲远主演的《暗夜与黎明》等。众生喧哗里，哪部剧能真正走得远，恐怕要穿破时间迷雾才能看清。